上一次说到了美元不再是唯一一个可以买石油的货币，没有石油做支持，美元可能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，甚至被淘汰。那很多的网友说，现在不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吗？全世界的国家都需要用到晶片，那美国只需要把晶片跟美元挂钩，那不就可以把美元的地位拉回来了吗？你说到美元可能会暴雷，但是为什么过去美元指数一直在上涨呢？那如果美元大幅贬值，其他的货币，比如说港元跟美元挂钩的话，是不是也要完蛋了呢？那我的钱应该放哪里呢？那未来有什么货币会取代美元呢？人民币会不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呢？又或者是虚拟货币会不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呢？虽然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，它跟之前的黄金或者后来的石油有点不一样。第一个，晶片它最值钱的是它的设计，但是它这个设计应用层面是非常独特的。比如说你要给我一个最先进的台积电的3纳米晶片，我拿了那个晶片我还不知道怎么去用，我要卖出去的话，这个市场也不是很流通。第二，这个设计也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贬值，甚至被淘汰。所以如果今天我收了一个3纳米的晶片，可能过了10年之后，人家都在用0.5纳米了，我这个3纳米的晶片就不值钱了。不像一个黄金，我今天收了黄金，过了10年之后可以卖出去换钱，或者我收了石油以后也可以卖出去。所以我个人觉得晶片是很难成为支持一个货币的背后的储备资产。再说今天美国还有很多的制裁中国的政策，那我们要来问了，如果背后的一个支持货币的商品在某些地方都不能够卖给他，这个用晶片来支持美元是完全讲不通的。你说到美元可能会暴雷，但是为什么过去美元指数一直在上涨呢？那首先我们要明白，美元指数它是看美金相对其他的货币的强或者弱，在美元指数里面最大的那个对家货币是欧元，那美元指数强只代表着相对其他的货币美元是强势的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美元出了问题，它的含金量开始小了，这个时候金融体系会出现问题，而美元还算是相对的避险工具。当世界开始动荡的时候，有资金从其他的货币转到美元，这个时候美元相对强一点，这是相对性的，因为其他的货币是更加的弱。但是如果我们用购买力来看这个货币的话，现在的通胀这么高，美元出去买东西是越买越少，而相对真金白银来看的话，金和银的价格在过去是涨了很多，无论是消费的通胀或者是真金白银，我们都看到美元是弱了很多。那如果美元大幅贬值，其他的货币，比如说港元跟美元挂钩的话，是不是也要完蛋了呢？那我的钱应该放哪里呢？我个人觉得港元跟美元挂钩，这个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。那如果真的港元跟美元脱钩，这可能是外来的力量使到香港政府无法捍卫港元跟美元的联系汇率，因为一旦港元跟美元脱钩的话，有很多人会损失惨重，有很多人甚至会破产。所以如果美元贬值的话，港币也会跟着它一起贬值。那如果说是其他的货币的话，因为它们背后都有大量的储备货币是美元，所以它们其他的货币的价值也会减少。不是说去美元化，我可以换人民币，我可以换港币、台币、新加坡币，好像就安全了。因为今天所有的货币都面临着贬值的风险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那给大家举个生动的例子，假如今天3块美元可以买这一瓶水，那如果美元贬值之后，这3块钱是买不到这一瓶水了，以后是需要5000个trillion才能买到一瓶水了。所以我们要确保在这些钱贬值之前，好好的投资，换成做生意企业的股
股票，那假设这一瓶水以后是卖500亿，那它的利润也会相对的增加，到时候派发的股息也会增加。所以我个人喜欢寻找一些不受货币或者利率经济影响的超级成长股，他们可能背后是把握了一个科技的发展，把握了一个世界的趋势，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，我称这些为10倍股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准备了一个免费的公益课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。那这一堂免费的公益课，我们可能在以后会收费用，所以大家马上要把握机会，赶快免费去登记咯。那未来有什么货币会取代美元呢？人民币会不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呢？又或者是虚拟货币会不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呢？在目前来看，我觉得美元还是最强的，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去美元化是没有矛盾的。我个人是不相信虚拟货币的，而我认为其他的货币，比如人民币、日元、欧元，背后都有他们的缺点，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取代美元或者超越美元。但是这个不等于美金的重要性是不会逐步的降低，所以去美元化只是说美元原本是85%的全世界背后的储备货币，现在变成了58%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的低。这个课题不代表有任何一个货币会取代它，更有可能的是美元的重要性大大的降低，以后不同的国家会直接用本身的货币来做国际的贸易或者投资。当然有很多的网友他们自然会想到，如果美金崩盘了，好像一定要有第二个世界货币或者霸权货币。那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是没有皇帝了，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老百姓的脑海里，大多数人很难接受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皇帝呢？他们好像需要有一个新的皇帝出来。 Fast forward 到今天，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还有一个集权的皇帝可以霸凌、为所欲为。相信将来的货币一定会是更多元化。所以现在的去美元化主要是在说，美元从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世界强大的货币，变成了一个不再是唯一一个世界强大的储备货币。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！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接受财商知识咯。我们下次再见。